好，咱把清水给它放到旁边，然后把这个给它挪在上边去啊，挪到上方。那咱在这个位置上接着给它来。好，首先咱们来调啊，咱们的玫瑰红，滚动毛笔去调，你看啊，给它过渡均匀。围花心，第一步啊，咱们绘画的步骤围花心。那围花心，花心怎么去围？是不是啊？花心怎么去围？哎，它会遇到哪些情况？啊，咱不同的姿态啊，不同的生长状态啊，不同角度，它能不能一样？是不是啊？肯定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说，咱们今天着重去讲一下围花心，它需要啊了解哪些知识点？过渡玫瑰红加曙红，然后笔尖来上一点点的胭脂，啊，来上一点点的胭脂色。那咱常见的啊，咱们之前画过啊，往上的是吧？往上开放的牡丹花。那今天来一个往左边或者往右的啊，先画一朵啊，先画一个啊，咱只画花心部分，怎么去给它围？那围花心，咱首先要了解啊，咱们的牡丹花开放的方向是不是？那我想让它往左开，往左边开，是不是？那咱毛笔啊，你看侧锋运笔啊，往这边推一下。侧锋运笔，哎，毛笔给它，哎，按在纸上，哎，给它往右边推，是不是啊？好，我给它来一个花瓣，那这边我想再接着给它推过来，你看看是不是需要练不同方向？那咱把花心给它定在这个位置上，对不对啊？定在这个位置上，那定在这个位置上，咱说过啊，不管大家用什么花瓣啊，用哪一种花瓣，只要把花心给它围上就可以了。那你看我毛笔，哎，按下毛笔，侧锋运笔，给它往这边去靠。那这边，哎，接着给它，哎，按下来，是不是往它这个中心去靠拢了？啊，往它中心去靠拢了。那现在咱们啊，毛笔上水分不多了啊，颜色没有了，咱再去调一下玫瑰红色，然后是曙红。分开啊，把咱们的绘画步骤每一步咱再分开去讲啊。分开去讲，这是咱们学画咱们牡丹必学的啊，必须要学的一些知识。那我这边怎么去给它靠拢？你看我毛笔按在纸上，哎，给它往右边推，是不是我给它推出来一个花瓣？那推出来一个花瓣，你看，哎，我再按下来，捻动毛笔，给它，哎，往这边来，是不是一步一步的，哎，往这个中心去给它靠拢了？那这个位置也是，你看毛笔侧锋运笔往上推。然后压下来，捻动毛笔，给它，哎，对吧？一点一点的往这个中心去给它围。那咱说过，围花心的时候啊，不一定非得要用这个花瓣，哎，你也可以用其他的啊，也可以用其他的花瓣，是不是？好，我蘸了底色的啊，蘸完底色，还教大家去蘸底色啊，再看一遍。鼓鼓的小肚子，哎，毛笔的最鼓的地方，咱们叫笔肚。啊，像个小肚子一样鼓鼓的，咱叫笔肚。哎，轻轻一蘸，刮掉毛笔上的水分，然后咱们再去给它画调玫瑰红。那这是一个往左边是吧？给它包的啊，一个围花心，这样去给它围。往左、往右、往上啊，咱会其中的一种啊，其他的都没有问题。那它主要是啥？主要是。哎，往上往下的啊，往下的有些，咱们换一个方向就不会了，是不是？那我这边围花心，那我可以从这个位置上，你看我毛笔按在纸上，捻动毛笔，给它收个小口，是不是？然后这边我要不要给它围上？那如果说咱想给它围，是吧？哎，你可以这样，哎，不管用啥花瓣啊，咱们只要给它围上就好了。那你看这个花心是不是围好了啊？那咱给它写上，这个是往左开放的一个哎围花心，是不是很简单啊？咱说了，想让咱们的每一个牡丹花姿态不一样，你就从一开始就给它哎可以变换着来。那比如说咱画一个往右的啊，咱再开始来一个啊。那我毛笔哎侧锋运笔，你看要给它推，是吧？哎，我用这样的花瓣去给它画出来。那咱再来一个。我直接压下来，捻动毛笔，可不可以？对不对啊？可不可以啊？不管咱用啥花瓣，记住了啊，第一个目标就是给它围住就可以。那围住啊，咱这个是给它包口的，那你也可以给它敞口
啊，不一定是给它包住的，不一定要给它包的严严的，是吧？你也可以给它敞开。那这边你看，我可以这样给它出来一个花瓣，对吧？咱说过，不管大家用什么花瓣，直接去给它围上，不需要考虑，老师我是不是必须要用2号花瓣啊？或者说我必须要用3号花瓣？没有必要啊，不一定。那你看这个位置，我接着又给它推过来，压下一笔，捻动毛笔给它走。那你看是不是往中心靠拢了？那这个位置上，我直接给它这样去走过来。还有就是咱们的围花心啊，不一定给它围的圆圆的，你看它是没有规则的啊，它是没有规则的。然后咱接着再去给它，你看是不是啊？给它调上玫瑰红、曙红色过渡，然后咱们的胭脂。你看围花心是不是不一定要用一模一样的花瓣去给它围？那这个位置，我直接想这样去给它出，可不可以？毛笔压下来。那你看，对吧？那我这边可不可以给它敞个口？没有问题啊。那咱这个朝右边的花心，咱就算围好了啊，咱就算围好了，很简单啊，特别简单。那不管咱用啥花瓣给它围都没有问题。那咱这个啊，咱再来一个往下方，是吧？下方的啊，咱们去给它围。下边的啊，往左的，往右的，然后往下的。你看，往下咱首先要考虑是吧？笔干大转板啊，大转弯啊，从上边转到下边来了，是不是？那毛笔你看啊，咱这样毛笔压在纸上，给它往右边推，是不是给它来一个啊？我又去蘸底色啊，调上玫瑰红。玫瑰红色过渡曙红。等一下画好啊，咱们画完这几种形态以后，然后跟大家总结一下它的这个理论知识啊，去总结上，然后大家根据咱们的理论知识点啊，去运用咱们的基础运笔，把它们这个所谓的围花心的不同的方法、不同的姿态都可以给它画出来。那这边给它来上一笔，那我说了，咱往下来是不是花心就要在它的下方？那咱也要想办法去给它围。你看我毛笔压在纸上，给它推，那推我再压一笔，捻动毛笔给它，是不是往这个中心给它靠拢？那我这边你看，我再来一个，给它推上来，压下来，捻动毛笔，对吧？我想办法往中心给它压过来，你看给它推上，压一笔，捻动毛笔，一点一点给它扣过来了，是不是给它扣过来了？你看，接着再来推，按下毛笔，是不是给它扣住了？啊，这个花心是不是给它围上了？那咱再来一笔，你看。来一笔就可以给它围得紧紧的了啊，包的紧紧的了。好，咱接着来调咱们的胭脂色，笔尖加强。你看是不是？如果说我这边是吧，我想这样给它扣过来，捻动毛笔，给它戳个小花裂，接着给它加长一点。那你看这个花心是不是围住了？啊，这个是中心，你看中心点，中心点。中心点，可以吧？那它这个咱们叫做啥？这个叫往下来的围花心，是不是？左边、右边往下边。那当然，咱们还有各种不同姿态的啊。那咱说过啊，只要是咱们给它想办法，只记住一注，围花心就好了。我不管你怎么去给它围，是不是啊？不管咱怎么去给它围。那你看，咱们拿这一朵往上的，你看是不是咱先给它围住了？这一半啊，先把这一圈给它围上，看到没啊？先把这一圈给它围上以后，然后去给它搭建花架啊。每个花瓣都不一样，围花心，看是不是啊？不同姿态的啊，咱们就展示这3个。那当然，咱们还可以往这边右下方是吧？咱这个叫右下方，那左下方也是一样的啊，都没有问题。那咱往左下方也是可以的啊，咱再来一个吧啊，好不好？啊，把这个给它拿针尺压住啊。
玫瑰红过渡。那不管咱就是用啥样的啊，那用什么样的形态，那这个都是侧面，你看到没啊？都是侧面。那咱给它再来一个左边啊，往左下方去给它围的，你看是不是都一样的啊？左下方，你看是不是？啊，这上面的这个啊都是侧面，咱再来一个往左边啊。那你看我毛笔，哎，左下方，你看是不是笔杆指向左边了？哎，我去给它压过来，哎，这边我想给它推个花瓣。那我说过啊，咱不管用啥样的花瓣，哎，都是去给它把花心围出来就可以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再用第2行花瓣。那这边也是，哎，毛笔给它推，哎，捻动毛笔给它来一个。对吧？往左下方啊，把这个镜头稍微往这边推一下啊，往左下方。那咱接着笔尖去给它强调颜色啊，曙红色过渡，然后来上胭脂，笔尖加重，一定需要给它过渡均匀啊。好了，那这边咱说过去给它围花心，那咱还是要想办法去给它往这边靠拢。哎，你看我从这个位置上。哎，按下毛笔，捻动毛笔，是不是往这边来了？那我这边哎，再重复一下，哎，给它推过来。那这边也是啊，你看我毛笔给它压过来，捻动上，是不是一点一点给它靠过来了？那我这个你看，那咱接着再来啊，先去调颜色，曙红啊，玫瑰红过渡，然后曙红啊，沾点底色，毛笔太干了。曙红色，然后咱们的胭脂，对吧？那我这边你看，我接着再给它来，哎，侧锋运笔给它推，然后这个位置哎给它捻过来，是不是给它围住了？那这边我还想再接着再给它贴。那从这个位置上，哎，毛笔，你看给它压上一笔，哎，给它往右边，哎，给它画弧，哎，给它推过来，是吧？那咱把这个花心，咱又给它围上了，那咱给它取名叫左下方，是不是啊？往左下方去给它围花心，对不对啊？围花心。那咱观察一下啊，那往左上方、右上方。啊，咱写个来上方啊，然后右下方、左下方，那它们都是什么呀？都是一个侧面，对吧？都是从侧面视觉角度啊，咱们的视觉角度啊，视角啊，视角，哎，看上去的它都是侧面啊，它都是侧面去观察，对吧？侧面去观察。那咱说过啊，那如果说从上往下来，怎么去给它围花心？是不是？从上往下来的话，从上往下去给它围花心，那它又是怎么去给它围的？那咱接着啊，再去给它来上一个俯视的角度，从上往下看啊，而不是从侧面去看，它是从正面上方、正上方往下去面对这个花头。去看的这个角度怎么去表现，怎么去给它围？那咱找出它的中心点，是不是啊？这些它都是侧面啊，咱画个箭头，哎，侧面、侧面、侧面，是不是？那咱来在这个位置啊，把这个中心定在这里，这个是中心，咱们去给它围花心。那你看，哎，我毛笔落在纸上，我去给它哎围上一个花瓣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围了一个花瓣啊，那咱说了以它为中心去给它围，那怎么办？那我毛笔哎落在纸上，捻动毛笔，可不可以？那我可不可以这边我这样去给它来上？哎，捻动毛笔，哎，让它两个衔接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位置哎，我还可以再去给它添，你看是吧？咱又给它画一个花瓣。那咱说过啊，那不管画什么样的花瓣，我只要把这个花心去给它围上就好了，啊，围住了就可以。你看，那我这边我还想接着去给它贴，
哎，我毛笔压下来，捻动毛笔给它出来一个。那这边你看我可不可以哎再接着给它走？是吧？那这个正面的花心是不是？哎，从上往下的一个正面的花心，咱们就给它围出来了。那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啊，那这个花心是不是围的小一点？那这个是不是大一点？那这个稍微比它要小一点，又比它稍微大一点，是不是？那花心的大小，哎，咱们也要去讲，是不是？那所以说，咱现在啊，给大家总结一下它的这个规律啊，总结一下它的规律，咱们写在纸张上。好，把这个啊，咱把镜头抬高一点，去给大家分析。给大家分析上啊。往上推。你看，那分析什么呀？那它第一个，咱们围花心是吧？第一个咱讲的这个是围花心，主要的啊围花心部分，那它分为多少？那第一个不同方向是不是？咱讲了啊，不同方向的围法，不同方向啊，不同方向去围，怎么去围？还是用笔杆指的方向，是不是？那不同方向去围。那第二个是什么？咱说了啊，你看有围的大的是吧？哎，它的哎，如果说这个围的大是吧？它会出来什么效果？那它的这个花头啊，围的大，花头就大。你看看是不是？花头啊，它就会大一点，花头大。那如果说哎，这个花心围的小，比如说咱们画半开式的小花苞的时候啊，花心给它围小一点，那它这个啊花头就小啊，花头的尺寸就小，能不能理解啊？啊，就像咱们画圈圈一样，如果说我这个圈给它包的小一点，是不是？那咱相应的去画外圈的时候，哎，就可以给它哎多画几层，然后哎再来几层，是吧？那都没有问题，那它可能会更加丰富一些。那如果说哎它这个哎中心咱就画的比较大，是吧？哎大，那咱上面如果说哎再给它哎再来上2层，是吧？那它就会更大，能理解吧？啊，这个啊要理解啊。那咱说了，那不同方向怎么去给它围？咱分为左上是不是啊？右上、左下啊、右下，还有一个什么啊？纯正的啊，正上方啊，从正面去看上的，对不对？那这是它不同方向、不同角度啊，这个画法大家要理解。那还要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？围花心就记住它的这个特点。那只要不管啊，不分是吧？不分任何花瓣啊，任何花瓣都可以，任何一种花瓣，不分花瓣，对不对？不分任何花瓣，只要把它给它围住，只要围住就可以啊，只要围住花心即可。那啥意思？那我不管咱用什么样的花瓣啊，去给它围，2号也好，3号也好，是吧？几号都可以啊，几号都可以啊，只要是去给它围上啊，只要去给它围上啊，不分花瓣的大小，哎，也不分它的长短，更不分它的种类，就记住一点，哎，主要是围中心，是吧？把中心给它围住啊就可以了，明白吧？那这是咱们围花心啊要注意的这些。啊，要了解，要了解。那你看对不对？简单的围花心，你看看啊，咱们首先要去练不同方向的去围。那可以感受一下，哎，我可不可以用大花瓣去给它围？没有问题，只要能给它围住就可以。那还有就是啊，不同方向正面、侧面是吧？一个正，一个侧，对吧？那它分正侧面啊，侧面去围的时候。还有就是啊，正面去围的时候，这2种啊，当然侧面还要分很多种，是不是啊？正面哎，就是从上往下俯视的角度，是吧？俯视角度就是这个，从上往下看，是吧？从上方往下看，正对着它。
那这是维花心需要注意的这些啊，需要注意的这些。其实内容非常简单啊，只要多加练习就可以啊，去感受啊。那还有就是敞口和包住的啊，封口是不是？那咱来写在这个位置上啊，我写在这个下方啊，封口是不是啊？给它包的严严的，封口是，还有一个是敞开，对吧？一个敞口，敞字怎么写啊？敞开对，敞开，敞口。我在这边再写一下，提子忘字，提笔忘字，敞口都可以啊，都可以，对吧？都可以啊，你可以给它留个小口口，是吧？那直接在填的时候给它填上就可以了。那也就是这几点啊，需要注意的，好吧？那今天啊，维花心咱给它讲完了啊。那下节课咱们去讲啥？讲咱们画牡丹花瓣的牡丹花头的第2步，搭建花架。花架怎么去给它搭建？是不是？那搭花架的时候，咱同样也要把花心再去给它复习一遍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练习。好了，那这节课咱们就先讲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节课再见。